赵露思，请不要再侮辱观众的智商了，没必要去演需要中医知识的戏，会影响人气。2023年上映的剧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主角的表演有很多不足之处，镜头转换也很突然，故事本身令人难以置信和荒谬，服装和化妆已经过时。综上所述，一群有影响力的人从事关系户的应酬活动，与同一时间范围内的其他数据相比，所讨论的数据显然质量较差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种低于标准的表现并不是最乏味的。尽管如此，后浪的阵容坚韧，制作质量也值得称道。虽然比不上央视7期重播的《跨过鸭绿江》，但《卧底警察》的收视率也一直平平，尽管积压了数年，并受到网友的批评。产生如此糟糕的表现所需的沉思和努力一定是相当大的。不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观众谈论国产职场剧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目前，国内有多部职场剧围绕着律师、厨师、飞行员、医生、房产经纪人、建筑师等职业展开。然而，他们中很少有人提供对单一职业的清晰而集中的描述。大多数职场剧本质上都是穿着工作服的偶像剧，尽管有赵露思、吴刚等知名演员出演，但后浪并没有提升中医行业的荧幕口碑，让观众再次感到失望和沮丧。虽然不像《卧底警察》那样荒唐，但观众在评论区的辩论和讨论非常热烈，增加了平台的整体参与度。该剧剧情缺乏逻辑，人物发展同样不尽如人意，尤其是女主夸张的表演让观众望而却步。经检查，情节的暂停似乎无法经受批判性分析，为展现主人公的个人成长历程，引入了一个活泼、率真、自由奔放的女外卖员赵露思。送餐的时候，我不断地借口自己快到了，根本不知道顾客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而我离目的地还很远。孙头头、赵露思虽然到了派送地点，却继续欺骗顾客，最终导致顾客发起退单。看到孙头头直接把外卖扔给顾客，着实让人意外。由于他们被认为傲慢自大，送货人员最近成为许多投诉的对象，似乎他们因不断被解雇而受到批评。春春一直在积极玷污这些辛勤工作的员工的声誉。孙头头拜吴刚拜师后，曾与孙头头一起祭祖，给亲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远远地看着，继续说着，觉得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会恭恭敬敬地打招呼，这很奇怪，认为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一种封建迷信的传统。一个人应该有基本的常识，不管有没有亲人，你说呢？无论个人信仰如何，重要的是要尊重祖先的崇拜习俗。在这样的表演中，刻画一个不尊重人、不知情的主人公，会让观众无语。剧中描绘的中医场景仅限于脉搏信号和针灸，未能捕捉到这门古老学科的深度和复杂性。与其他医疗剧中描绘的外科手术相比，这些场景缺乏戏剧性和阴谋性。制作方在中医辨证论治方面的不专业暴露无遗，导致该剧引来观众捧腹大笑。为了推广中医药并获得更多关注，生产者必须在这一领域表现出精通的知识。正如士兵突击有效地影响了许多人参军一样，内容的核心价值和观众对内容的理解至关重要。声音可以通过后浪创造戏剧，但它缺乏唤起深刻情感和灵感的能力，从而限制了那些努力有所作为的前浪的机会。表演艺术往往会导致一个人的臀部位置发生变化，这可能会导致在观众中失去人气。女主赵露思对孙头头这个角色的刻画并不成功。由赵露思主演的这部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许多观众批评她的表演能力，称其低劣且令人畏缩。此外，她塑造的角色被认为是一维的，缺乏任何明显的人格特征。她的举止和声调也因不自然和不真诚而受到批评。此外，她的评论被认为过于尖锐和粗暴。尽管与孙头头有着相似的外貌，但赵露思古灵精怪的性格并没有转化为她演艺事业的重大突破，因为她继续扮演与她之前的角色相似的角色。在演戏方面，她将活泼洒脱的性格塑造得异常出色，时常展现出自己可爱的一面。有一次，
他早起太累了，哭了起来，咧嘴笑得连对面的演员都吓坏了。愿意承担被偶像化责任的演员，即使五官不是特别出众，也依然可以展现自己的演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并没有中医背景，相反，他似乎更倾向于用他强烈而迷人的目光继承表演艺术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他的凝视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旁观者担心他的眼睛可能会从眼窝中淡出。清明节的时候，这段话里的人物表情格外的凶狠，仿佛要吞噬身边的人一般。亲眼遇到孙头头这样的人，不经同意就侵犯室友的财物，还无理取闹的争吵，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不该打他一巴掌？第一次看到女主不讨人喜欢的表演，觉得女主有点自负，一举一动都让人恼火。孙头头被认为具有许多积极的品质，包括真诚、善良和勇敢。赵露思描绘的是一个人失去正念、鲁莽行事、缺乏礼仪、令人生畏的世界。看来赵露思最擅长的就是演偶像剧。反观出演央视大剧《胡同的天早》，口碑却差强人意，公众形象有些紊乱。尽管她坚持要和男主摔跤，但她最终还是流鼻血，像受了不公平待遇一样呻吟，甚至伸出舌头舔血。这里的厌恶程度确实令人反感。再加上演哭戏对她来说更丢脸，面部表情会失控，会很尴尬。该剧的完成使得党建国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，导致央视的批评和内外因素的重大损失。传闻中的陈芊芊，我喜欢你，星辰、海浪塑造的人物无忧无虑。一个演员拒绝接受更多的挑战，停滞在自己的舒适区，难道不是退步的表现吗？曾与赵露思共事的一线演员吴刚在接受采访时，盛赞赵露思的演技过人，称赞她是一位高超的表演者。虽然缺乏表演能力和角色互动，但有才华一词仍然是一种积极的评价。演出虽然得到前辈的肯定和肯定，但未能打动观众和网友，纷纷表示不服。最初，赵露思希望她在《后浪》中的角色能成为她演艺事业的敲门砖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位24岁的艺人未能保住自己的名声。总的来说，赵露思的演技算是中规中矩，虽然出演的都是中医剧，这是由于缺乏引人注目的角色和有力的故事情节，最终阻碍了她的受欢迎程度。在从事涉及瓷器的工作之前，拥有合适的工具，例如钻石，非常重要。同样，避免接受不合适的角色也是明智的。要成为成功的偶像艺人，光靠资源是不够的，你还必须努力提高你的演技。对于他在节目中的表现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网友表示，明明闹翻了，但宋茜并没有忘记杨洋，两人似乎已经不和很久了。就在宋茜和助理做指甲的时候，狗仔队拍下了他们的照片。配文称，宋茜与杨洋分手后一直单身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宋茜和杨洋已经在微博上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。狗仔的说法似乎是在暗示，宋茜并没有离开杨洋，没有其他人值得她关注。为了引起注意，狗仔队做出了毫无根据的说法。杨洋风波后，宋茜跟很多人谈过话，但绝大多数都不是亲信。因感情纠葛，宋茜与杨洋断绝关系，粉丝口水战不断。经分析狗仔队的说法，其真实性有待证实。不过，如果消息属实，无疑会成为狗仔队感兴趣的话题。另外，宋茜和杨洋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。如果宋茜跟公司的协议没有到期，她早就结束了，走人了。宋茜和杨洋虽是同事，但性格不合，避免来往。难得在公司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对待感情，宋茜的态度是随性的。此前，她曾与一位被称为二叔的大叔谈过恋爱，但不久后便分道扬镳。尽管年纪大了，二叔却是出了名的花心，在娱乐圈圈粉无数女星。